臣刑科给事中张遮拜见太后娘娘。刑科给事中，不过是个7品小官吧？回太后娘娘，张大人入刑部短短10日，就已经处理妥当积压了大半年的刑名之事，乃是各中好手。臣唯恐力薄，慢待了娘娘之事，是以待了张大人。案情之事，路上都已经知晓了吗？都已经说过了。那你2人就给我好好的查，看看幕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人在作祟。敢问今日一案的物证现在何处？陈大人请看。张大人也看看。白鹿纸，普通信笺尺寸，楷体字迹。臣在来的路上已阅了玉如意上所刻内容的拓本，的确与此信内容无异。张大人的意思是，这东西在谁的手里，谁就与逆党有关？未必。物证如此明晰，还只是未必？张大人是何居心呢？与逆党有关之事本就错综复杂，律例有言，无证不罪。单凭一张纸尚不能定罪，还需查清原委，方能断言。张大人果然是个直臣呢，那是自然。敢问此物是何人、何时、从何处搜来？是咱家依娘娘之命在宫中清查，今夜亥正一刻，自杨芷斋、江雪宁房间抄检而出。房中很大，我问的是何处？是夹在书案上的一本书中，藏得十分隐秘，若非仔细翻找，恐怕是难以发现的。什么书？这个……回大人的话，小的不大识得字，就记得那书皮上有4个字，只认得一个画字。书呢？没一并抄来。问你呢？这是围炉诗画。臣女的案上只放了这一本书，且在黄公公带人来搜查前1个时辰刚刚读过，案上其余都是些笔墨纸砚，是已记得清楚。娘娘，臣观这位姑娘脸色不对，可否恩准她先起身？臣只恐审问一半，她就晕厥过去，会耽误案情的。只怕她不把我这泰安殿掀了都是好的。你起来吧。是。还请大人明察，此旨与臣女绝无关系，也绝非臣女自己。空口无凭，如何自证？臣女可为江二姑娘作证。太后娘娘，张大人，臣女略晓书法，江二姑娘最初写的乃是行草，后遂随先生学习楷书，可尚如孩童蹒跚学步，断写不出此页字迹。多谢薛大姑娘。这位姑娘所言虽有佐证，但字迹仍有仿写的可能，暂且不论。洪公公，张大人，您今日要去杨芷斋查抄的消息，都有谁知道？因兹事体大，咱家也怕有奸邪事先藏匿，是以不敢提前声张此事，拢共也就手底下几个太监知晓。不过，刑部问话，如实作答便是。是。不过咱家是有时得太后之命，自西宫开始查起，夜查杨芷斋是亥时，中间有2个时辰，也许有走漏风声。敢问黄公公，杨芷斋宫人现在何处？出了这么大的事，一案公归，暂作拘禁。不够，所有今日进出过杨芷斋的，且从虚正到亥正这一个时辰都还在的宫人，都应当拘禁，以备讯问。张大人的意思，像是想证明此事系旁人陷害，为什么不先问问
此事嫌疑最大的人呢？太后娘娘稍安勿躁，若要证明此物与江二姑娘有关，并不困难。张大人有办法？宫内对于出入物时检查极严，伴读入宫之初，皆要查过所携之物。所以，若非是江二姑娘买通了当时检查的工人，那子夜作乱妖言便该出自宫中。兵役纸3刀，白鹿纸2刀。宫中一应纸品皆有定例，不许肆意火焚，便有用过也收于一处，管之甚严。这页纸乃是宫中所用之白鹿纸，杨芷斋个人送到多少，用过多少，内务府处该有记录。太后娘娘若怀疑此言乃是江二姑娘所写，与玉如意案有牵扯，不妨下令调内务府用度账册，再查杨芷斋的指数。倘若江二姑娘指数对不上，少了些许，此罪之嫌疑便要添上5分。张哲素来严谨，这话说的却有些不对劲。难道他是想……阿叔，有什么不对吗？没什么，从纸本身查起，确实另辟蹊径。只是觉得这话单凭指数论断，未免有些草率了。张大人乃是神断，说不定有他的道理。这倒是个法子。黄日礼，老奴这就去查。等等，杨芷斋毕竟是闺秀居所，查只是细事，既有先前拘禁之宫娥，不如叫他们从旁协助。毕竟都伺候过伴读，也知道的细节。夜色将深，下官与陈大人外臣入宫办案，多显不便，也恐拖得太久。就按张大人说的办吧。是。请太后娘娘准许微臣在外等候。准。女儿家的住处精致，且多有私隐之处。张大人特意点了宫娥去协查，也不知是怕冒犯了杨芷斋的哪位姑娘。讨厌，娘娘面前你莫要放肆。张大人，你给我透个底，这江姑娘看起来有几分像被冤枉的呀？陈大人当真关心？这是自然的，我们刑部断案又是如此大的案，我身为侍郎自然要关心，否则也不会带上张大人你呀。大人叫我来，无非是担心真相并非如太后娘娘所愿，若太后娘娘怪罪下来，也好有人抵罪。张大人这话说的，我好歹是你上级，岂能让你一人承担呢？无妨，下官只关心案情，真相到底如何，一会儿自见分晓。圣上驾到！微臣见过圣上。免礼。先前得闻泰安殿奏报，大体知道出了什么事，查得如何了？正查到关键处，已令人去杨芷斋与内务府核对指数。娘娘莫急，现在定罪臣女为时尚早。臣女斗胆猜一猜张大人的用意，眼下可是要传方才去核查纸张的工人入殿搜身。正是如此。又弄什么玄机？回圣上，和指数对不上，一有可能是江二姑娘真的施舍其中，二有可能是核对的人有问题。说清楚些。方才去核对指数的工人，应该都被告知了微臣的意思。倘若这里面真的有暗害江姑娘之人，就算事前忘记了数目之事，定也会趁此机会偷盗纸张，藏匿于身。而那人又必须跟着众人回来复命，仓促间定无法销毁纸张。还请圣上下令将他们一一搜身，倘若排除众人嫌疑，方可言江二姑娘问题最大。张哲，原来你早有计谋，故意隐瞒哀家，愚弄哀家是吗？还请娘娘恕罪。张大人只是觉得幕后之人胆敢利用黄公公在娘娘眼皮底下行栽赃陷害之事，定有图谋，因怕打草惊蛇，是以不敢走漏风声。宣在殿门外一一搜身。
想不到张大人还有连环计，我还以为是为了杨姐姐的名节考虑呢。师傅，第二排最右边那个似有异样，他一直捂着自己的腰间。不是奴婢，不是奴婢的，不是奴婢啊！师傅，这……圣上，太后娘娘，此人乃是杨芷斋伺候的宫娥焦蕊，奴在她身上搜到了这已经用过的白露纸。你个小贱蹄子，说，从何处拿来这纸？回圣上，娘娘，这张纸上的字迹正是臣女所写。想来他方才只能协助，没机会碰备用的纸，所以才悄悄从角落里打了这张沾过墨的，却也刚好证明了这纸为臣女所有。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圣上娘娘，是奴婢清晨洒扫房间时，发现这纸污损了一些，因知纸贵，又知江二姑娘奢靡不会再用，便想偷偷留下来练一练字，心想着写满了再放回去也是无人知晓的。谁知今天扯出这般大事，奴婢实在是怕极了，所以刚才才不敢说出来。既然你说你想要练字，那想必是识字的，不妨念念这上面写的是什么。素闻张大人有随身携带公文的习惯，想必是刑部的公文。这上面写的是《诗经》里的蒹葭，你会读吗？蒹葭。这公文上又怎么会有诗呢？瞪我作甚！若不是此时在圣上与娘娘面前，我早就2巴掌扇在你脸上，好问问是哪样的蠢主子养了你这样的废物！放肆！什么主子奴才的？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伴读，谁会处心积虑地加害于你？圣上，此事事关臣女清白，更关乎逆党一案，关乎朝廷社稷，请圣上明察秋毫，审出幕后之人，为臣女主持公道。你先起来吧。是。不错，你既不识字，纸上之言你亦不认得，便不可能是你独自作案。说，背后究竟是何人指使于你？奴婢背后无人指使，奴婢是受了江姑娘的苛待，又眼见她3番4次的谗言挑唆长公主，牺牲不忿，又听别宫传出黄公公率人查宫一事，便鬼迷心窍，生出了这陷害。胡说八道！你到现在还贼心不死。王心义，现在就叫人将他拖到宫门之外停杖，打到他说实话为止。不要！罢了。母后有何不妥？这个时辰在宫门外打打杀杀的，娘六宫如何安歇？本来查逆党之事就毫无头绪，这好不容易牵出个线头，顺藤摸瓜便是。你身体还抱恙，急什么？是儿臣疏忽，忘了母后病恙方好，宜当静养。这样吧，便让王心义将人带到慎刑司审问清楚，可好？好了，折腾了一夜，这天都快亮了，哀家也乏了，
都回吧，有什么事儿改日再说。昨夜之事，若无大人仗义直言，雪宁不免要受刑罚。大人因我之过，还得罪了太后娘娘，我心中实在有愧。在此多谢大人了。姑娘言重了，皆是举手之劳，分内之事，不必言谢。不是，不是分内之事，宫中险恶，机巧遍布，连陈大人都不过是敷衍推诿。张大人却肯查明真相，还雪宁以清白，便高过这世间尸位素餐之辈良多了。您当得起雪宁之谢。下官不过是局外人罢了，倒是江二姑娘身处局中，往后万当小心。那是自然，我还要在宫中待上一段日子。我这个人啊，怕死的要命，岂能容他们轻易害了我去？江二姑娘有所防备便好。下官于内宫不好多留，就先告辞了。张大人，江二姑娘同姚小姐一起为长公主殿下伴读，听闻曾为在下之事起过争执。姚小姐曾因退亲想过诸多手段，不知真假。我知道了，多谢。可姚小姐如今已经不这么想了。张大人应该也已经知道了，为何还要追问？退亲？什么？我会与姚家退亲。他要退亲？他不喜欢姚希？刑部侍郎张遮，就是你在朝上处处与周营之作对，还说本宫结党干政的。避雨而已，张大人为何不敢面对本宫？是怕本宫吃了你吗？娘娘恕罪，臣乃外臣，不敢冒犯，还请娘娘自重。张大人怎么不走了？不是宁可淋雨，也不愿与本宫在同一屋檐下吗？不敢劳娘娘疑虑，不过微臣也有一言要赠娘娘。须知人贪其利，与虎谋皮，却不知虎之为虎，便是以其凶性天生不应适格。今日与虎谋皮，他儿亦必为虎所噬。娘娘，好自为之。马车就在那边，这雨是越下越大，咱们赶紧回去吧。其实臣女也觉得谢少师对我有些不同。哦，怎么样？
他与陈女父亲交好，从前在家里也碰上过几回，可不知为何入了宫之后，好像更加不同了。圣上知道吗？谢少圣还单独让我去学琴，这多不好啊！圣上为何嘲笑臣女？臣女只将此事同圣上一人讲了，可不能让旁人知道。罢了，你也不要多想。既然是来伴读的，就要把心思多放在学业上，听清楚了吗？是，谨遵圣上教诲。下去吧。美则美矣，只是这性子，实在是一团孩子气啊！要不是朕为谢卿操心此事，还不知道他几时才能成家呢。嗨。都说沈郎性子多疑，我这样装疯卖傻，也算是蒙混过关了吧？宫女虽然死了，但薛家的手段不会因此而停，少不得要与谢微见上一面。将今日之事说给他听才行。谢娟，这一回是你欠我的，可得好好还我才行。啊切！确实棘手啊！是啊，这犯人似乎不重快，我看呢，后来说也是加刑的，人家的将功啊，这不就是已经屈打成招了？张大人，你真的要跟姚家退亲？是啊，我已将婚书退回，过几日得空了，便会请人替我将姚家的定亲礼送回。这是吏部之首姚尚书啊，堂堂的吏部之首啊，你是疯了还是傻了？大人，此乃张某私事。你别跟我来这一套。刑部因为你已经将新五位得罪惨了，如今姚尚书赏识你，想招你为婿，那就是你的机遇。我们这里多少人的考教都捏在姚大人的手里啊！你要是连他也得罪了，很难在刑部混下去了。在下本就是通过吏考上来的，也无意做高官享后路。若是吏部因私罢免在下，那我接着回老家县衙为吏便是。我的张大人呐，上次泰安殿一事，你我也算是患难之交，你就听我一句。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这粪坑之时，又硬又臭啊！哎，你最近为什么总往我们家跑？你生意不做了？做生意？谢伟整天使唤我干这干那，生意早就做不成了。我刚到的几张好钱，他全给我拿走了。今天我非在你们家吃回来不可。大秦，今天不是让你找龚一成吗？有消息没有？没有。可以快点吗？啊，快！陈大人，您怎么来了？谢大人可在里面？臣有要事，请大人指点。请进。唉，又是一个上了贼船的可怜人呐！不许你说先生！啊！剑叔，我跟你拼了！你给我站住！站住，别动！哎呀！你给我站住！别动！我打死你！你给我站那！上一次陈大人甘冒危险入宫救人，谢某感激不尽。只是少不得提醒一句，陈大人可知张遮明明一介白身，是如何入朝为官的？只知是吏考出身，其他的倒是没有问过。张遮自幼家贫，他为了不拖累寡母而放弃了科考，转投了吏考。所谓吏考，并非是正式官员，往往事急则用，事定则罢。但冀北道监察御史顾春芳，他慧眼识人，看中了张遮之才，破格将他举荐给了朝廷。顾春芳于张遮而言，不仅有知遇之恩，还替他平反了父亲的冤案。此二人之情谊，绝非泛泛。顾大人把张遮安插在刑部，是有意而为之。顾大人外任多年，不日便要回京，
而刑部尚书之位空悬多年，莫非圣上有意让顾大人？谢大人真是洞若观火，对一个小吏都了如指掌，走一步观十步，实在是令人佩服。陈大人言重了，谢某只是对张大人也比较好奇罢了。若日后有张大人任何消息，还请陈大人跟谢某互通有无才是。大人放心，陈营愿为大人肝脑涂地。姑娘，姑娘，姑娘，你可算回来了。你怎么了？可是有人欺负你了？今日一早，宫里派人送了许多赏赐来，老爷请人打听了才知道，姑娘在宫里受了大委屈，灵儿只是在担心姑娘呢。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走吧，去向父亲请安，好叫他莫要担心了。嗯。雪宁见过父亲、母亲，给二老请安。哎呀，回来了就好啊！宫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赶快跟爹和娘说一说。你这丫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得先跟家里知会一声嘛。你知道我和你娘啊，还有你姐姐有多担心你吗？我就想不明白了，这宫里那么多的伴读，为什么偏偏就是你出事呢？你是不是该问问他？他自己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哎呀，好啦，我不是在问呢吗？我就说嘛，当初就不赞同你进宫，以你的脾性，只会惹事，胆大妄为。你看，现在出事了吧？怕了吧？我常常给你叮咛叮嘱，要好好守宫里的规矩，你呢，只会当耳旁风。我说二姑娘，你能不能顾惜顾惜自己的小命，不要让全家人都为了你操心担心，你让我省省心吧。在母亲眼里，变什么都是我的错吗？您还真是每一次都会出乎我的意料。有你这么跟母亲说话的吗？哎呀，好了，你这什么态度啊？不要说了，行了，宁儿，你刚从宫里回来，一定累了，先回房休息去吧。来，送小姐回去休息。你看看他啊，你看看他什么样子？哎呀，好了，你少说一句。哎，你瞧瞧，你瞧瞧这两人，这是猫和老鼠，还是老虎见着猪啊？非要吃掉一个才算完呐！母亲，啊，来了，还在生气呢？女儿听过一句话，叫“爱之深，则之切”，女儿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母亲能否为女儿解解啊？你呀，现在都会拐着弯来跟我说话了。母亲，其实宁妹妹在宫里的事，我们也都是耳听所得，未真实见到，也不一定就是宁妹妹的错呀。我知道未必是她的错，但是你们都别忘了，这是在皇宫啊。皇宫是什么地方？那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地方，稍有不慎就要性命不保的。但是你看看她的脾性，她要是有你一半的规矩和沉稳，我何至于此啊？其实宁妹妹年岁渐长，也见明事理了，我觉得你应该多放心些才是。既然你说到年岁，你就说到点子上了。来，眼看你们姐妹俩都长大了，这婚事也该提上议程。但是你瞧瞧她这脾性，我都愁死了。你说什么样的人家才会要她呀？哎呀，母亲放心，父亲在朝中广交好友，自有好的会为妹妹相看的，您不必过于忧虑。好了，先不说他，说说你。本来以你的条件要寻觅一户好人家，那绝对是没问题。
但是现在，你难免会被宁姐儿影响。你叫我如何是好呀？姻缘天定，强求不得，随缘便好。你呀你，就是你这般性子，迟早要吃亏的。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戒，吃亏是福。瞧你这张小嘴，连娘都说不过你了。父亲，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来，快过来。舜、幽也，父亲是在担心江家与燕家的关系。宫中逆言一案，薛太后的确是想通过女儿将罪名往燕家身上引。不过好在刑部的张大人已经替女儿洗脱了嫌疑。宫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可是这前几日永义侯府也出了事情，你在宫里可有听说？依女儿之见，虽不知侯爷因何受伤，可薛家在当夜便封城搜查，那说明两家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之势。去宫里早更加长大了，见微知著，所言不虚啊。这燕薛两家的心结累积了20年了，他们积怨已深，恐怕是很难化解了。更何况这还有……父亲是想说，定非世子之事？女儿听说过300忠魂的传闻，说燕薛两家在此事之后断交，可女儿总觉得其中很多细节不合常理。父亲清楚当年之事吗？这当年呢，平南王趁着先皇病危，血洗了皇宫，许多事都是从仅有的幸存者口中传出来。你也懂得，这世上人言有几分可信呢？再后来以讹传讹，早就把真相和这流言混作了一团，真假难分呐。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先皇当年便病重驾崩，幼帝登基，太后垂帘扶立了薛氏，直到前些年圣上大婚，这才还政。而这些就是咱们能够用眼睛看到的事实。如今薛家势力遍布，永义侯府之难，当真无解吗？这燕林跟你也算是青梅竹马了。虽然这小子每次来咱们这儿都翻咱们府里的墙头，我也是见一次就骂他一次，可其实爹爹心里还是挺喜欢他的。这小子能文能武，跟京城里那些纨绔子弟还是不同的。我本来想着你们早晚是会成亲的，可现在看来，这门亲事恐怕是不成了。爹怕你想不开，怕你心中难过。不过爹爹答应你，若你愿意，爹一定会为你再寻一门亲事的。爹是不会亏待了自己的丫头的。这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都不会再牵连到你身上。父亲放心，我对燕玲唯有朋友之意，没有男女之情。女儿也断不愿为着此事草草嫁人。哦，女儿斗胆恳求父亲，往日燕玲有恩于我，如今侯府若是遭难，女儿也想尽我所能帮衬一二，绝不连累府中，还望父亲答应女儿的不情之请。好啊，好啊，原以为你还是那个没心没肺的小丫头，
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明事理，而且懂得知恩图报，爹真的甚感欣慰啊！爹答应你，在这朝堂之上，有机会的话，爹会选择站在燕家这一边。嗯。国公，何人？那里，追！是，追！国公，真乃天助我也！来人呐，进宫！是。见过圣上。国公。谢卿，看看这个。定国公今日收到密报，有人交上了这半封永义侯与平南王来往的书信。谢卿以为这叛国之罪该如何论处？臣以为这半封书信来历不明，且根据信中所述，只是有人在询问平南王薛家早夭世子之事，既无燕家印信，也无叛国之词句，做不得实质的证据。若有心之人说这封信是定国公所写，也不为过。少师是怀疑我定国公府通敌啊，还是怀疑本宫要栽赃陷害燕家？国公之忠心，天下皆知。臣的意思是，这封书信既然有上半封，那就会有下半封，不如多给刑部一些时间搜查，等找到下半封有永义侯府印信，或者燕侯爷落款的，再定燕家之罪。燕牧狼子野心，路人皆知，还需要什么证明啊？圣上，逆党一案已由刑部接手多时，至今毫无进展。而现在宫里又因为玉如意闹得沸沸扬扬，这不正好说明了逆党已借燕家之手深入宫里了吗？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的话，恐怕酿成大患。圣上，20年您都等得，区区几个月，不必心急。还等什么？若是等到燕家军联合平南王大军一起攻入京中，那一切都晚了。好了，谢卿说的不错，悠悠众口是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但是事关国本，朕不能有丝毫疏漏。即日起，燕家圈禁在府，配合新武卫调查，不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能有一丝的威胁存在。舅父，你一定要尽快找到剩下的那半封书信，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臣领旨。薛爷，2半夜的你又要干什么？燕世子来的正好，睁大眼睛瞧清楚了，你们燕家勾结平南王逆党，即刻起圈禁在府，配合新武卫查案。你先去照顾父亲，不让此事扰了他。此处有我。是。还拖什么？
赶紧让你们燕家的狗让开，我要进去搜查。薛公子，圣上的旨意只是让燕家配合调查，并非定了燕家的罪。永义侯府世代忠良，真相自会大白。在此之前，我家门庭之下，还容不得你们如此胡来。好，燕灵，别以为本公子会就这么放过你。你们燕家上下不过是苟延残喘。等新武卫找到证据，我要你们满门的命。那就等新武卫找到证据再说。在此之前，我燕家还是清白忠良，不容他人污蔑。给我看住了！一只蚂蚁也别想跑出去！是。你说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下旨了？我们刑部追查逆党这么久，也不知道会不会受牵连，真的是神仙打架，你我遭殃。哎呀，张大人，你倒是说句话嘛！张默只管查案，旁的事与我无关。还查案？没听圣上说啊，燕家执事归新武卫管。况且你今日好不容易得圣上传召，仕途有望，你就别再掺和这些事儿了。那怎么能行？逆党追查已显端倪，现在交旁人岂不是对案件不利？张大人的意思是圣上的不是了。看来你们刑部是对圣旨不满呐。姚大人哪里的话，我们只是为公事多聊了几句，您大人有大量，莫要见怪。本官执掌吏部数10载，自知何为公私之分。张大人自恃才高，可要想在官场上真正立足的话，怕是还要多修炼修炼。哎呀，是，他呀一贯是武断专行，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呐。哎，上次圣上因为兴武卫之事责难，还多亏了大人出言照拂，我们刑部感怀在心，是不是啊，张哲？是。多谢，多谢。哼，不必了。哎呀，你看看你，多好的亲事，大好的官途，你非要亲手毁了，是不是？下官凭本心做事，在此为谋此职。逆党之事我会继续追查，至于下官的私事，还请陈大人切莫再提，以免毁了女儿家的归誉。好，是我多管闲事。你查什么查？张哲。信，哪来的信？不是薛家伪造的吗？哦，不是。时至今日，我都不曾窃了侯爷的印信。那半封印信是有人用箭射到国公府的。至于幕后之人是谁，连国公自己都不知道。倘若你之前调查不虚，燕侯爷的确与平南王通过信，那这半封自然也是来自逆党了。是，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没用了。暗处有人要搅乱京城的水，再如何都难以提防。燕侯爷如今在休养，倘若新武卫连连发难，只怕与他身体有碍。你可有什么法子？周大人，自古以来摇摆不定之人都不会有好下场，你既已上了我这艘船，就更应该走到底才是。难不成你现在投靠薛家还来得及吗？哎呦，姑娘您多虑了，咱们早就是一艘船上的人了。您掌舵，我便是那桨。可是这桨之所以还可以载舟前行，就是因为这桨没有受到摧折。自从调查侯府以来，国公多番催促我，如果再没有半点可靠的消息上报，国公定会怀疑我。对待一个可疑的废物，国公不仅会弃之，更会处置。要是没了我这个桨，日后又会换作是谁呢？周大人的意思是，若没了桨，船也会偏航；没了你，下一个来的我不一定控得住。哎呀，姑娘您严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直说，你什么打算？自今日起，探查到侯府的消息，我告知于姑娘之后，亦会同样上呈给国公。周大人，我听闻赌场上有坐庄之人，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最喜欢的就是大小通吃。我承认，周英之乃是一个贪权爱财之人，可是我不敢，我也没能力做那庄稼。今日我承诺于姑娘，侯府之事，姑娘定会先与国公知晓。那便请周大人记好你的承诺。周英之，这一次不要再让我失望了。姑娘，这是要搬家吗？怎么弄成这样啊？你们来的正好，咱们手上的现银还有多少？算上姑娘每月的月例银子，还有这些年老爷的贴补，逢着年节生辰大家送来的礼金，哦，再扣掉上次姑娘拿走的400两，约莫还剩个300两。这么少？那这些呢？拿去典当变卖了，能值多少钱？姑娘，你这是在说什么呢？哪有大户人家的姑娘变卖首饰珍宝的？且不说这些大都是老爷夫人或是燕世子送您的，就算拿出去当，也没人一次收这么多的。姑娘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或许可以去找老爷问问，他一贯疼您，不会不管的。现在还不到惊动父亲的时候。这样，唐儿，你悄悄去一趟尤府，塞点钱给后门的小厮，让他给方莹带个口信，就说我在聚来客栈等他。先生夜未睡，歇息会儿再忙吧。不必，你去告诉陈莹，让他安排同僚在酒楼宴饮，我要见张遮一面。是。对了，宫一城那边还没有下落吗？在京中都找遍了，未有丝毫踪迹。那就沿着水路朝周边找，他费了这么大力气，不可能轻易离开的。是。宁儿呢？宁儿可有消息？好着呢。昨日休母回了家，今日便去见了周银之，比当官的还忙呢。周银之，看来燕家的事他都知道了。你告诉门房，若他来找我，不要阻拦。是。400两的本金赚4倍，也不过是1600两。你手上连本金撑死了也就2000两，这2500两是哪来的？卖时只赚了1600两，可卖完丝之后，许老板无论如何要再添些银两，所以许文义给你钱？许老板当初怕我外行吃亏，只割了手里4/3给我，剩下的他以去年市价卖给了一个叫吕什么的人，后来丝价大涨。他们在家乡的丝啊也全都卖出去了，赚了不少钱呢。他和财农们都很高兴。起初他硬是要再给我添1000两，我拗不过，劝了好久，最后才答应只给500两作罢。其实他们要感谢的都是姑娘您。你如今这样子很好，不过你告诉许文义丝价会涨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跟他说了啊。不过您放心，我没有提及您的身份。他问我您是谁，我也没有告诉他一个字。你让尤方莹去买许文义的生丝，也是为了燕家。而我更想知道，你为何会坚信这生丝价格一定会涨？他就是这样知道的吗？
你方才说跟许文义买丝的人叫吕什么？吕显，吕显，就是吕显那个奸商，他跟谢薇是一伙的。姑娘，我是不是给你闯祸了？这种消息传出去，的确是会闯祸的。不过这次幸好只是被他知道了。他？没什么，过去了。其中500两算作你的本金，剩下的钱我们俩一人一半，这1500两你收好。你这是干什么？方英自知蠢笨，不敢缠着姑娘，劳烦姑娘。这使着挣钱的法子是姑娘想的，就算姑娘要打发我，我也绝不敢收这钱。哎，你想哪儿去了？我给你钱，是想让你在尤家过得舒坦些。这几日尤月也要回府了，若不多使些银子，只怕你不好出来见我。那我就拿1张，剩下的姑娘收回去。那怎么行啊？那你连本金都要亏了。拿着，本金也是姑娘的。下一次我一定更用心学，一定给姑娘赚好多好多钱。傻姑娘，方颖，我不同你假客套，我这一次的确是遇到了一件急需用钱的事。不过这件事不是1两千两就可以摆平的。我今日约你来，是想请你帮我再做一笔买卖，你可愿意？不过这次，姑娘可否告诉我买卖的奥义？我跟许老板学账许久，或许可以帮姑娘参谋参谋呢。快走吧。啊！父亲，这些都是张家送来的。父亲莫不是因为张家的聘礼薄而生气？张家家贫，聘礼本就是个形式而已，女儿不介意的，还望爹爹您能……你住口吧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是张家先前退回来的婚书，如今已经把全部的定亲礼都给退回来了。退婚？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告诉我，你在宫里都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你居然想要毁人清誉，坏人名声！你长这么大，我教过你什么啊？教养都没了吗？不是我。你做的那些事情，人家张大人早就心知肚明，只不过是顾及你的脸面，并且从未说过一句你的不是。你做的这些事情，我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些混账之事啊你！张哲隐忍至此，老夫我之前却是对他百般刁难，不该呀。父亲，你别叫我父亲，我姚家满门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尽了。哼！父亲。上来！哎，请，我请你一杯哈，李大人到这儿。来，来，我客气。啊，来喝啊！哎，好酒，吃。来，哎，好酒啊！正说那个公事，咱们吃。张大人，来，我们喝一杯。来，陈大人，张某家中还有事，就先走了。哎呀，张大人呐，你没家没室的，能有什么事啊？我们刑部的同僚都在，难得出来喝一次酒，你就别扫兴了啊！来，敬张大人一杯，来，张大人，敬您一杯。张某从不饮酒。哎，你们先自己喝。哎呀，
你就给当哥哥的一个面子，再待上半个时辰。明日我帮你写手令，让你继续追查逆党的案子，如何？张某不惜此受，先出去候着。哎，他出去方便一下，没事啊，我们喝酒。来。下雨了，马车不知停到何处去了。姑娘在此稍等，我去就来。